需要发学生卡呢，来不来帮忙？师兄啊，我现在在学习，我可能……大姐，大姐要这么努力吗？还家训，也不叫上我们。你这次的辩题确实挺难的，等过2天我想到啥有力的论点论据，就发给你。好。这雷子跑哪去了？大姐回来啦。你刚刚干嘛去啦？哦，我见完我妈就直接回来了。哦。这几个链接你可以仔细看下，其实美也是要学的，美到了极致就是科学。正所谓，一切精美的东西都有其深沉的内涵。大姐，你今天不太一样啊？是吗？大姐，你换眼镜了？对，就我之前那个用旧了，换了个新的。大姐，你还化妆了？给辩论赛做准备嘛。我就说嘛，你早该开始化妆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字体吗？啊，我哪知道什么字体？不就是个毛笔字吗？是颜体。从那天开始，杨佳倩就像着了魔一样，她每天不是在看美妆视频，就是在翻阅资料、奋笔疾书。有时候，她会对着镜子一个人念念有词，半夜起来上厕所都会被她吓到。我以为如果她辩论输了，至少可以学会化妆，最后才发现是我想多了。下面进入自由辩论环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长得好看才是人生赢家。我们认为外在美比内在美更加重要，因为外在美决定了一个人的气质。拿我自己举例吧，老有人说我们是死宅男，品味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就是因为我长得就不像个高级货，好不容易谈了恋爱吧，女朋友还老容易把我跟隔壁的老王搞错。我但凡长得像那个偶像贾斯汀，我的女朋友会搞错吗？你能做到首富，你女朋友也不会搞错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才万里挑一。好看的皮囊再千篇一律，也好过不好看的皮囊千奇百怪。之前就有一个新闻说，某高校的大3女学生辍学去做了一个美妆博主，年入100万。我跟大家说啊，优势就是优势，你不肯定它，社会肯定它，能挣100万就是最好的证明。我跟大家讲，能用脸创造价值，产生收益，你就是人生赢家。某女大学生辍学在家，靠做博主，年入100万。人家难道不是通过专业的知识学习来丰富提升自己的内在，从而才可以更好的表现传达自己的外在美吗？学习变美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美。这张脸上都是知识点啊，同学们，他得仔细的研究自己脸部的线条、骨骼。为什么人家达芬奇研究人体骨骼是在研究，到了他这儿就仅仅只是外在美了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你敷面膜，你往脸上一贴，20分钟之后揭下来，人家美妆博主还要仔细的研究每一张面膜上面的化学成分表。你拍照傻瓜滤镜一键搞定，人家美女博主还要研究光线、明暗、角度以及一系列 PS 技术。她难道因为长得好看就要受到偏见，就要被忽视她内在的努力之美吗？
一会儿帮我大姐拍美一点。放心吧，我是专业的。太专业了，是把你的拍的呲牙咧嘴。那是因为你自己。我怎么啦？恰恰论证了我方的立场，外在美比内在美更加重要。佳倩的例子啊，乍一听没有问题，仔细一想全是问题。我们多一个例子来参照一下啊。同样做美妆博主，佳倩和赫赫一起做，同样是修图，佳倩呢只需要磨皮。再看看我们这张脸，我们需要做的是换皮。所以看到了吗？起点不同，相同的努力，但是结果依然不一样。谢谢。哎，趁热打铁说的太好了。刚才 Q 到了我的颜值，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但是我的视力足够好。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外在美的好处在真真实实的被我们看见。而我一眼看不到的是什么？一个人的内在。而这个世界大多数东西，很不幸，都是非常刺眼的。就诚如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辩手，不要学了。虽然说你戴了一个眼镜，但是你今天的妆真的非常像一个猴屁股。谢谢大家。哎，可以这样说话吗？这样不算违规吗？抓住对方外表不放的人，本来就是内心不够美丽的人。好，首先我想谢谢对方辩友 Q 到了我的眼影。其实我自己今天还挺满意我这个眼妆的。我想说的是，抓住别人外在不放的人，本来就是内心不够美的人。这样的人自以为强大，实际上内心空无一物。我们今天这个辩题暴露的是什么？暴露的是我们人类长期以来对美的物化。小的时候，想必大家都被父母威逼利诱去参加各种补习班吧？为了什么？为的是在中考的时候可以加点分。但是又有几个家长真正懂得艺术，并且引导孩子去感受、体味这其中的艺术之美呢？他们不过是在将美物化，变成加分项。而当这些加分项不再成为加分项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不要再看小说，不要再听音乐，不要再画画了，学习更重要，快去学习吧。”甚至到了我们更大的时候，开始想着啊，稍微打扮打扮，拾掇拾掇自己了。那个时候，你的妈妈就会非常惊恐警惕地看着你说：“爱打扮了，心思都不在学习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为什么小时候你让我参加诗歌朗诵比赛的时候，把我画成猴子屁股，中间还点个点儿的时候，您不是这么说的呀？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同样的东西，这时对，那时错，我们都默认了，这就是个看脸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看脸，是因为时代本身如此吗？不，是这个时代中的我们造就了这一切。当我们的内在不够美的时候，美会被物化成千篇一律的网红脸，物化成千篇一律的平台短视频，最后物化成千篇一律的利益和金钱而已。这样，难道不可悲吗？谢谢大家。大气优秀！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外放炸裂的叛逆很酷，可对于大姐来说，这似乎很难。直到看到她的奖杯，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叛逆是在自己心里的，外面不动声色，里面却河变式进化着。机智的我，也不禁要佩服她。我们来拍张照吧。好，来，谁帮拍张？哎，那你们以舞台为背景吧。好，站紧一点啊。哎，大姐，站 C 位啊！来 ，C 位，快！最佳辩手是谁？杨佳倩。恭喜大姐！谢谢。吃饭。大姐，今天别看你的眼影画的挺那啥的，但是你拿到奖杯那一刻，简直是全场最美的，太神奇了。
不管我今天化不化妆，化成什么样，我都是最美的。那必须的。哎，大姐，妈以前真给你画成一个猴屁股，让你去参加诗朗诵比赛。我瞎掰了啊！可以啊，你现在为了赢，连老妈都六亲不认啊！给你点赞。而且大姐真的没想到，短短几天你就把自己洗脑了，还洗出了深度开挂模式。对，不是洗脑，是我真的相信内在美的力量。厉害。可以。真正美丽的人是不会恃美行凶的。加不加得起？想吃吗？我去接个电话。好。喂，妈。吃饭了吗？哦，正在吃呢。你比赛怎么样啊？我拿了最佳辩手。不错，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以后可以多参加些辩论赛这样的活动，对你有帮助。嗯，好。行，先去吃饭吧。拜拜，妈。你们看我们刚拍的，看我的表情。哎，你眼睛闭上了。周瑜这个渣男就是不会拍照。然后去把这个贴起来，去吧。谢谢师兄，这次辩论多亏你的帮助。不客气，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表达不是在伤害别人，而是做自己。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内在的美丽而变得更加美丽一点。哪个年轻的姑娘不爱美？可什么是美？我们真的知道吗？也许是善良之美，也许是自信之美，也许是勇气之美。如果没有她们，再美的妆容都会变得空洞无趣吧。好看的皮囊我已经有了，有趣的灵魂也要和我一起在路上。这是我从大姐身上学到的。机智的人一定是博采众长，不断学习的。再次谢谢师兄，改天我请你吃饭好吗？你这3个破字儿是盐铁？兄弟啊，我不知道有句话当讲不当讲，那就别讲。你是不是瞒着我有什么小动作？此话怎讲？哼，咱俩这么多年了，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呢，就直说，用不着搞这种事儿。要不是樊小雨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说的什么跟什么？樊小雨，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最近在弄一个新产品，跟俄罗斯方块有关。你居然都不告诉我，还得他来告诉我。是他没脑子还是你没脑子啊？什么新产品？就是个游戏。那你是喜欢有脑子的还是没脑子的？我说，你是喜欢和你一样有内在的大姐呢，还是喜欢和我一样有外在的小妖精呢？你先出去。好。你这3个破字是盐铁？你为什么要偷看我的俄罗斯方块？
其是黄甫，咱们的比赛要是这个水平的话，就稳了。姑娘们，太棒了！我说你刚刚跳的真的太好了，是吧？都被你迷死了。好，先走，拜拜，拜拜，拜拜。你怎么走啊？我回宿舍，你呢？不用我。我男朋友也来接我，拜拜。怎么才来？拜拜。喂，亲爱的，等你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呢？怎么了？不是刚从啦啦队回来吗？又被啦啦队的姑娘排挤了？怎么可能？老娘的 C 位无可撼动。那你叹什么气啊？没有爱情的女人，即使是 C 位，也只能是个配角。哎，你别打击大片好吗？我就算永远不呼唤爱，也是永远的 C 位。姐妹们，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过2天呢，就是520了。到时候学校里一双双一对对的，只有我们沙坪坝四美形单影只，无人问津。我就问你们，凄凉不凄凉？反正人家是不要当单身狗。520啦啦队比赛那天，我一定要有一个男朋友站在台下为我加油喝彩。结束时，给我送上一束大大的鲜花，要不然我就，你就哪样？我就去大尼姑。小公主，不要乱立 flag， 到时候打脸，我们不帮你拔旗子啊。小雨，只要你一插队，那男生都是一路绿灯呢。我什么时候插过队？只要你去打饭，你的排骨永远都比我们多好几块。所以你的经验值跟战斗值是我们里面最丰富的。金牌老司机可以带带我们这些小白兔吗？这怎么带啊？本课堂将成为各位脱单道路上的指南针，帮你处理各大情感类疑难杂症，并指点迷津，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和打赏，力求成为广大单身女性爱的福音。好了，提问吧。我感觉我从高中开始就自带渣男体质，不是被别人暧昧，就是被别人套路，命运多舛，情路坎坷。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都去哪儿了呀？黄甫同学提到了一个年年必考的大题，无论题面如何变换，万变不离其宗，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鉴别渣男以及渣男的套路。这样，我先出道选择题，随堂测试下。以下3句话，哪一句话是渣男说出来的？A. 暂时不想谈恋爱，等考研以后再说吧。B. 你是个好姑娘，但是我们还是做朋友更合适。C. 傻丫头，我脾气臭，缺点多，跟我在一起害怕伤害你。选 B。喂，这分明就是一张好人卡嘛，渣男。我们来看一下 B 选项。B 选项确实是一张好人卡，很多女生觉得收到好人卡，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男生就是渣男，非也。这种拒绝是干脆的，表示不想与你周旋和暧昧，这样明确的态度还算不上是渣男。选 A， 说出你的理由。什么考研都是借口吧？真正的爱情是不会被考研所阻拦的。对，A 选项呢确实很有迷惑性。考研结束再说吧，这句话含糊不清，容易让人产生歧义。考研有可能是个借口，但是他用一个借口来拒绝你，他还是顾及女生的面子，于是婉拒了你。明白？难道是选 C 呀？不是啊 ，C 很好啊，他还为女生着想呢。是啊，陷阱，审题抓漏洞。首先，傻丫头这种语气俏皮却是最暧昧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欲拒还迎。其次，我们要透过题面研究本质，害怕伤害你，就是要为伤害你做铺垫啊。
这种渣男特别会攻心，故意暴露自己的缺点，试探你的底线，给你打预防针，最后让你认为你才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无条件包容他的缺点，肆无忌惮，最后你只能深陷其中，自我催眠，遍体鳞伤，全是套路啊！周瑜，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就是我可不可以做你女朋友啊？啊？其实我跟赤木分手已经1年多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小小师姐，谢谢你的垂爱啊！我这人你也知道，缺点多，脾气臭，我就怕你跟我在一起吧，我会伤害到你。果然是渣男！谢谢小小师姐，小雨说的也太准了。咱们这也是为民建渣，为民除害。渣男，他伤害你。小雨，你太厉害了！我今天用你的办法去试一下周瑜这个小渣渣，结果他马上就现形了，比照妖镜还灵呢。你看我说什么了，是不是？今天我就教你们樊老师爱情小课堂之实战篇。好，同志们，准备好了吗？跟着我的节奏，3、2、1，走！头发甩起来，好样的！想象飘柔之心就是你，朗朗摇摇。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摇啊。谁说的？你要那么粗，对不对？王土说明。最后一步，睁开你们的卡姿兰大眼睛，左看右看，顾盼生辉，跟着我的节奏走。还有明天啊？怎么搞得比军训还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明天必须交作业，每个人给我撂掉一个。我去撩谁啊？对啊，你们能不能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学校食堂啊、操场啊、教室啊、图书馆啊，春天在哪里？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哪里都是春天。你们一个个不要给我丢脸啊！记住我教科书式的套路：一顿操作猛如虎，得到幸福不怕苦。大姐，那个黄头发的帅哥，谁啊？151语播音的，叫小 J， 超 A 品质吧？明天必须交作业，每个人给我撂掉一个。我来一下。周瑜，你有病啊！我泡个照片。配一只开屏的花孔雀。不知道是谁刚才口水都快掉地上了，全被我记录在案。让你管啊！老拍我会照是不是喜欢我？谁喜欢你啊？一起联合苏瑶来整我，该。周经理，今天有空吗？干嘛？去你的咖啡馆坐坐啊。
周经理，这的音乐有点吵，我们能换成爵士吗？把音乐换成爵士。谢谢周经理。嗯哼哼，嗯哼哼，要以嗯哼哼作为结尾，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一下子就把场上的氛围搞得暧昧起来。总之，用上嗯哼哼，这场约会就先得10分。你没事吧？嗯哼哼，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不就是觉得我们认识了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坐下来聊过天吗？第2招，不经意的身体接触，可以有意无意的碰一下对方的胳膊。下了，有上。你觉得今天天气怎么样啊？还不错。哎，对耶，我也这么觉得。明白了。第3招。小声说话，这种窃窃私语可以拉近2个人空间上的距离。大姐，上。看到没有？越靠越近，制造2人思想的感觉，亲切感。继续。周经理。那个人一进来就一直盯着我看，你认识他吗？我店，我保护你。嗯。第4招，它是大师级别的绝杀。很多聪明女生玩套路时都喜欢问对方：“我能喝你的饮料尝一尝吗？”这样子就有了间接接吻的暧昧气氛。你这个可乐看起来好好喝啊，我可以尝一口吗？你尝。但是这样最多得个 B+， 想要拿满分，大师级别套路是这样的：拿起来，还给他，主动说你要换一面喝哦，不然我们就是间接接吻啦。你也喝一口吧。哎，要换面，要不然我们就是间接。等等，瞎溜达啥呢？麦老师，关于微笑的套路，很多中国女生喜欢咬唇笑，殊不知日本女生更喜欢的是吐舌笑，这才是高级的心机笑。我先示范一下啊。你吃饭了吗？ no。你牙痛？不痛啊。舌头痛？有点儿。哎，同学，了解一下我们的试谁 APP。同学，您要了解一下。同学，了解一下我们的试谁 APP。谢谢。范师兄，雷子师兄，这么巧。咱俩每回发传单都能碰上他。哦，我在附近约了人还没到，要不我帮你们发传单吧？你看呢，大姐师妹就是高。来，好，师兄。哎，同学。哎，同学。下面讨论一下女性魅力问题。要知道，傻直男这种动物总是被不经意的打动。
即使穿的保守朴素，也可以用套路来征服。比如说，伸懒腰就是展现女性身姿的最简套路：第一，挺胸；第二，显腰细；第三，不经意的触碰到对方，简直一举3得。师妹，你是不是没休息好？要不你就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我来就行。啊，好，谢谢师兄。其实，你不骂人的时候还挺可爱的，说话软软的，跟唱歌似的。我觉得你们重庆男孩挺好的，耿直，什么玩意儿啊的。啊。你今天真的不太一样。我先走了。好，我先走了。哎，回来啦！来，作业呢？大获全胜！我跟你们说啊，周瑜那个渣渣已经被我迷得5迷3道了。我现在指东，他不敢往西；我让他跳楼，他不敢跳海。这么厉害呀！差点我自己都信了。太优秀了！哎，黄甫，你说周瑜这么快就对你的忠犬八公，你干脆从了他算了。那可不行，他才不是我类型的。我跟你们说，今天我发现了一个超级无敌的大天才。谁啊？你呢？哎，对，朗朗，你那个吐舌笑好用吗？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像一只妙蛙种。没事，多练练就好，多练练。大姐，你呢？对方完全不为所动。啊？谁呀？这么不开眼？路上遇到的，也没特意找。谁嘛？你跟我说说，我们认识吗？范师兄。那这不怪你，他本来也就不是个正常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套路有问题。你干脆再换个人吧。好帅呀！太帅了！休息一下。吃樱桃吗？谢了，客气什么呀？我叫黄甫。要小件就行了。这樱桃真新鲜。怎么了？没事吧？谢谢你，真的好厉害啊！水果情缘，身体接触，还英雄救美，你这套路真的太好用了。但是，哎，樊老师世界里没有但是。但是喜欢他的人也太多了，人家情有点多嘛，心里有点慌慌。不怕，给他制造一个强大的情敌，让他慌。你今天怎么穿那么正式啊？还找了那么好的一个餐厅。你在我舅那家餐厅消费那么多，也该换换我请请你了。再说，这是我们24小时之内第2顿了，也该吃点好的了。但今天是我找你帮忙哎，让你请吃饭多不好意思。
你们重庆男孩就是这么耿直。你不用客气，你想吃什么你随便点。好。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吧？怎样？这么明显啊？那你说，小健看出来了吗？啊？昨天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抱人家。小健。哎，我从第一次见他就很喜欢他了，一直在想怎么去靠近他呢。多亏了有樊小雨的神套路，终于帮我打开了局面。套路？是啊，他在宿舍里帮我们开了一个脱单小课堂。你那次还有苏小阳那次，我都实验成功了，是不是很厉害？实验？很呀。你不是老挤兑我吗？而且咱俩一见面就掐，所以我心想啊，要是这么爱怼我的人都不怼我了，那就说明这个实验真的很管用。没有提前跟你说，你不会生气了吧？等会儿。够哥们儿。那就说回我找你帮的忙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小健有很多追求者嘛。樊小雨说，我也需要一个狂热的追求者，好让他有危机感。所以，那个狂热的追求者，你愿意帮我吗？有这么为难吗？我答应你，但我有一条件。约会必须去我那个餐厅消费。知道。开屏女神。我们分析过了，与其给用户看富有设计感的 logo， 不如直接在开屏页面来一个接地气的女神。就是说，找我当代言人的意思呗？冰雪聪明，就是这么个逻辑。也不是不行啦，不过呢，亲兄弟明算账，报酬怎么给啊？分红还是股份？姑奶奶，我们还在试运营，还没出学校那个圈，哪有什么红利给你分啊？那周子，我觉得他们宿舍其他那几个姑娘也都还行，尤其那个杨大姐，又主动又 nice 啊，滤镜一加，他们几个看着也差不多。成交。我最近吧，其实一直在做公益事业，刚开了个公益课堂造福女性，想想看也不差你们两个宅男啊。这样，我今天正式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加入我们雷范家族了。我们仨以后就叫雷范范啊！我现在就去准备合同，免得您反悔。稍等啊。无功不受禄，虽然没什么报酬，但是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一定在所不辞。装柔弱是女生以退为进的最佳套路，让对方陪自己看恐怖片，制造时机躲进对方怀里。哎呀，我怕！这样都可以制造心动的效果。那个师兄啊，最近呢有一个恐怖片上映了，但是我们宿舍那几个胆子都太小了，不敢看。要不你陪我去呗？恐怖片？哎呀，人家就是想看嘛，然后又没有人陪。如果你陪的话，人家就不怕啦。
你舌头不舒服？你去不去嘛？吸管撩汗法，轻轻喝一口，把吸管包在嘴里，鼓起来，然后睁大眼睛，像这样。不要有吸管。你知道有色吸管大多数重金属超标吗？砷、钛、钡，你会中毒的。吸，别咬。佳倩，你怎么才来？给你买了。什么不能电话里说呀？我呢看到黄甫朋友圈里面说小雨现在在给你们上什么爱情脱单小课堂。怎么了？我追小雨追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所以呢，我想我要是能够摸清她的爱情套路，那我就能反套路她呀。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呀。哎呦，我都想好了。那这样啊，我跟你说。一朵撩不动的奇葩。哎，不好意思，最后一堂课老师脱堂了，耽误了一会儿。没事，我也刚到。你看看要喝什么？这是哎，这没事没事，这是老板送给我的。每次我来，老板都会送我这个，送我那个。刚刚你没来的时候，他还想加我微信呢，但我没给。现在看到我对面坐了一个这么帅的帅哥，有点不开心了吧？看来是对你有意思啊。不过他这个态度，要不咱们换家店吧？不用不用，没事的。大姐，你真的太仗义了！哎，有了你的帮助，我肯定把小雨妥妥的拿下。希望如此吧。哎，大姐，除了这个你打开语音通话让我旁听以外，我还想让你帮我问一个问题：什么？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你这个咖啡看起来好好喝，我能尝一口吗？好苦呀！要记得换一面哦，要不然……接吻是吗？不会的，你自己留着喝吧。我先走了。那个。大姐回来了。你不是去看电影了吗？哎，别提了，就最近那个非常火的恐怖片，直接给4眼师兄看的心律不齐，回去躺着了。哎，你这写的啥呀？
明天不就520了吗？我再教你们几个终极大招，让你们在脱单的道路上加足马力。只要你们不断练习这些开挂小技能，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征服不了的野马，头上再也没有绿油油的草原。哎，小雨，问你个问题呗。你说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当然有啊。我非常反感他们说男女之间只有陌生人和恋人这2种定义，男女之间还有一个地区叫友谊区，很多人都是从友谊区过渡到爱情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就停留在友谊区了。那你有这样的纯友谊吗？有啊，胖子啊，你们都认识。陆旭文，我跟他认识18年，19年，哎，不重要，反正我俩就永远只能在友谊区。这么果断，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没有。为什么呀？我这还没让你上演强送水果，他怎么走了？可能觉得不合适吧。怎么可能啊？那些套路在你身上都可以，怎么小静就不可以了？我要去找樊小雨。What？ 他是不是走了？一点征兆都没有啊！不应该啊，除非他是，要不然就是什么细节你没有注意到。可是你教我的我都用了，不然你给我演示一遍，我检查检查。就是那个樊小雨啊，胖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小雨，我不觉得咱们俩是纯友谊，我更不想跟你待在友谊区里面。我们俩需要突破，需要从友谊过渡到恋人。你等会儿，谁告诉你的？做梦，梦里你跟我说咱俩是纯友谊，我还跟你辩论来着。那你梦是真的，纯友谊。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我认真追你，你嫌烦，行，我就不去烦你。你倒好，你干脆你就不理我了。你到底让我怎么办？我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咱们俩必须有个结果。我们俩一直是这个结果呀。你跟我是兄弟，是姐妹也可以。哎，不是胖子，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谁要跟你成为什么兄弟姐妹的？我要成为你的初恋，成为你最离不开的那个人。初恋？初恋啊？你还是他？他呀，怎么可能是我？真假的？不会吧？怎么不会吧？我在小雨身边守护了近20年，是吧，樊小雨？我告诉你，就算今天你再把我给拒绝了，我也依然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把咱们俩拉出这个友谊区。你没谈过恋爱，你还叫我吐舌头？嗯哼哼。小雨，你这个牡丹色，那你教我们谈恋爱，我们被骗了。陆旭文，不是，哎，那个我喝。
大竞赛还在伤心呢？你干嘛呢？大小姐，别在这儿伤春悲秋了，比赛还等着你呢。本来想着比赛结束以后，男朋友能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大大的鲜花，都是一场梦。这给你，哎，你拿着吧。在台下看比赛，拥抱。虽然花没来得及准备一束真的，但我以后补上。唐英才，给我一次机会吧。干嘛？什么意思啊？还府舒眠，我们在一起吧。像阵微风带给我了清凉感受。歌曲和你比云朵更轻盈。暴雨来了，那只船呀带我飞走。我们写了啦啦啦啦一笔完美。但是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被我发现你对我们家皇甫不好的话，你就死定了。也没事儿，他俩一定会好好的。谢谢你们把皇甫交给我，一会儿我请大家吃个饭吧。不了不了。哎，你别跟我客气，真的。我约了人。什么情况啊？这么忙？我是去工作的好吗？而且今天就是你们未来的纪念日了，你们好好二人世界去吧。走了，走了，拜拜，拜拜，拜拜。试试，哎，
快来一起解锁爱情新姿势。OK， 没问题。有了这一句 slogan， 我们的开屏就会更丰富。师兄，你觉得这样真的合适吗？你们是个交友 app， 找我这样一个母胎 solo， 不相信爱情人来做代言，有什么问题吗？多可笑啊！唉，这些天我这张白纸，还在宿舍给那3只开什么樊老师脱单小课堂，讲的头头是道，五花八门。但那些都是我从小视频跟公众号上学来的。是挺魔幻的，关键他们也信。是，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所有人都天然的认为我一定恋爱经验丰富，特别会、特别懂的那种。我觉得也挺酷的，久而久之，好像也就这样。小时候看小说、看电影，我也幻想过呀。长大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的人，一起环游世界、旅行，一起做很多很多很酷的事情，多浪漫！但从15岁那年大年30的晚上，我就再也不行了。别人家围着看春晚，我爸妈吵架，吵得把电视都砸了。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什么情情爱爱都是放屁，特别没意思。你说，一个明明不相信爱情的人，但又很向往爱情会有结果，是不是特别矛盾？你小时候爱看超级英雄片吗？我小时候特爱看，总想像他们一样保护地球。可是我既没有美队的盾牌，也没有钢铁侠的盔甲。有一次，我还从2楼跳下去抓小偷，结果把手臂摔断了，打了1个月的石膏。你是傻吧？可是至少我试过。试试。吃完这顿饭，我就不能帮你了。理解，大姐，你能这么帮我，真的已经很感动了。其实，我帮你也有私心啊。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开玩笑，开玩笑的。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对小雨会那么执着。你买过彩票吗？虽然呢，每次刮开都是谢谢惠顾，但是万一呢，对吧？那个头等奖它就在这儿，你1张不行，那就买2张，2张不行就买3张，反正奖又跑不了，对吧？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的。看着眼前的陆旭文，大姐有种同病相怜的失落，又好像得到了某种莫名的鼓舞。当然，同病相怜的不只有大姐和陆旭文。那时候还是咱们3个人坐这儿，还有师姐，然后现在就能不能别叫老师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兄弟。来，兄弟，我太理解你了，兄弟。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兄弟。朗朗，今天520，你陪我喝酒，仗义。仗义的。哎，来，真有福啊！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所以你为什么要送我樱桃啊？因为你拿樱桃套路别人，我就拿樱桃套住你。那一刻，黄甫无比幸福。原来真正的爱情里没有套路，唯有真心。那些所谓成功的套路，都是对原本爱你的人才会有效。多少次跌倒，多少次彷徨，当梦野蛮生长，岁月会要我用什么换？撕掉了伪装。虽然曾经的一切告诉我，爱只是一场梦，哪怕醒来之后很感动，但在这个520的夜晚，我开始想，尽管没有绝对永恒的爱，我也应该去试试。机智如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像陆旭文一样勇敢去爱，就像没有受过伤害？并不是幻想，不会只是我不变的形状。不用不用，没事的。你的咖啡看起来好好喝啊，我能尝一口吗？还是你自己喝吧，记得要换一面哦，要不然我们……接吻是吗？不会的，你自己留着喝吧。